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在我的旁边还停着一辆悍马车，这就是那个最后被我杀掉的家伙的车。我让001带着剩下的蒸汽自走机械去拆车，而我自己则看着眼前浮现出来的屏幕，屏幕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种类的发条机械傀儡，任由我进行选择。发条机械傀儡的外形多种多样，有骑士盔甲型的，有武士盔甲型的，还有很多幻想型生物，比如石像鬼、精灵龙之类的。不过根据补充说明，我选择的发条机械傀儡只能保持正常人类大小，哪怕我选择一条巨龙傀儡，也只能按比例缩小，并不能实现变身龙骑士的梦想。游戏系统还贴心的给配备了一套武器，武器也是多种多样，刀、枪、剑、戟、斧、钺、钩、叉，几乎所有我见过的冷兵器都可以看到。我挑选了半天，最终选择了一套看起来最结实的板甲型号，武器也随手选择了坚固的盾牌和重型钉头锤。我选择完毕之后，一具闪亮的盔甲傀儡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盔甲傀儡和我差不多高，身上一套板甲，面罩里闪烁着绿光，手中是巨大的塔盾和重型钉头锤，并且我的手上多了一个手环，可以用来操控这具盔甲傀儡。不错不错，以后你就跟在我的旁边，我让你干谁你就干谁，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准动手，听见了吗？盔甲傀儡没有说话，不过手环的屏幕上却浮现出了一行文字：盔甲傀儡已经接受命令，跟随。可改名，看你浑身包在铁壳子里，像个罐头似的，以后就叫你罐头吧。已更名为罐头，更新成功。更换完名字之后，罐头转动了一下方向，跟在了我的身后。还是挺不错的。我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打开了那个紫色的物资箱，物资箱消失，滚落出了一堆东西：2只盐焗鸡，2只板鸭，1斤盐水花生，半斤盐水毛豆，1盆麻辣小龙虾，2斤肉皮冻，1箱小瓶2锅头，以及一个巴掌大小的手办。这紫色物资箱有点水啊，不就是一桌下酒菜吗？我随手将手办拿了起来，手办巴掌大小，花精灵模样，摸起来温润如玉，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制成的。花间精灵雕像放置在车内，车内所有农作物生长速度增加30%，产量增加50%，降低患病几率20%。等等，我怀疑自己看错了，揉了揉眼睛，仔细看了一遍，确实是增加30%的生长速度和50%的产量。老板大，我捧着花间精灵雕像亲了一口，有了这个雕像，直接就将我的作物产量凭空的增加了50%，让我可以有更多的东西用来交易。我喜滋滋的将雕像安放在了高级生态园里，罐头一直跟在我身后1步的位置，寸步不离。此时001带着剩余的蒸汽自走机械回来了，那个伏击我的玩家的车子被拆解了个精光，除去大量的物资和金属锭等材料之外，居然还拆出了一张图纸。又出图纸了，我今天运气这么好吗？我兴冲冲地打开了图纸，愕然发现这居然是神秘阴影雕像的制造图纸。又是密修会，我觉得有必要找这个车队的老大去谈谈，让他们老实一点。密修会的队长是谁？让我来找找。我在区域频道里翻找着密修会车队队长的照片，找到了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翻找，我终于找到了密修会的队长，是一个叫加里森的男人，光头，戴着单片眼睛，哪怕只是照片都给人一种阴冷的感觉。加里森是吧？我记住你了。我将照片记到了心里，准备找机会和对方好好的谈谈。那张神秘阴影雕像的图纸被我扔到了一边，准备找机会再卖掉。向前开了大约1个小时，我前方出现了2个岔路口，左边的路口半路上会有一个蓝色的物资箱，但是会多绕行200公里。右边的路口路上没有任何补给，但是可以缩短100公里路程。我想了想，果断地选择了右边的路口。我现在的首要目标是抵达血线，一个蓝色的物资箱还吸引不了我的目光。右边的道路上虽然没有任何补给，但是道路却异常的平坦，也没有野兽伏击，一路之上没有遭遇任何奇奇怪怪的事情。一直到了中午，在我准备去做午饭的时候，游戏系统忽然弹出了提示：鉴于玩家的平均行进里程未达到预期目标，因此经过研究决定，给各位参赛的玩家增加一点小小的动力。3分钟之后，会在各位参赛玩家的身后投放追杀者，这些追杀者会不断的鞭策你们加快速度，在今天傍晚之前抵达血线。如果你能超过规定速度，就不会遭到追杀者的攻击。如果你成功的越过了血线，追杀者将会离开，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干掉他们。如果你足够自信的话，为了增加难度，对于最接近血线排名前10的玩家，在其身后的追杀者中增加一辆斯特瑞克步兵战车，型号 C。对于排名最后的10名玩家，
将会在其身后的追杀者中增加2辆斯特瑞克步兵战车，型号随机，请所有玩家做好准备，追杀者即将在3分钟之后投放。游戏系统的公告顿时在区域频道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哈哈哈！看来我平时摸鱼还是对的，排名前10居然会在追杀者中增加1辆斯特瑞克步兵车，这东西是我们现在能打过的吗？看来前10名8成要凉。我好慌，最近刚换了坦克的西装，速度慢的要死，一天也没跑出去多少公里。8成要面对2辆斯特瑞克的攻击了，希望他们没有装备主炮和反坦克导弹。我更慌，车子半路抛锚了，到现在还没修好，怎么办？有没有大手子帮忙的？哪怕谁路过把我带走呢，我愿意把全部身家奉上。楼上是美女吗？是美女就带。3分钟很快就到了，身后传来了一阵的轰鸣声。我回头一看，10多辆黑色的全地形车从后面追了上来。这些全地形车上，每一辆车里都坐着2名黑衣骑士，头戴黑色头盔，看不清面容。前面的人在防弹衣上挂着20枚手雷，10枚进攻型手雷，10枚防御型手雷。后面的那个人手里拿着 M16，后背背着巴祖卡，装备十分齐全。我甚至还看到几个人手里拿着榴弹发射器。在这些人的后面跟着一辆黑色喷漆的斯特瑞克步兵战车，车上一门105毫米52倍镜的低压线膛炮，一看就是偏向于突击炮的5倍，专门用来对付重型目标的。看来我的运气还真糟糕，遇上了这种家伙。不过有一点可以欣慰的就是，既然出现了斯特瑞克，就说明我目前还算是领先的，至少在玩家群体之中处于前10的位置。小爱同学，加快一些速度，先把他们甩开一点，容我做个饭先。明白。小爱同学加速向前开去，然而斯特瑞克和全地形车们见状也纷纷加速跟了上来，如同一群苍蝇一样如影随形。哪怕小爱同学将速度提升到了200迈，那些追杀者们还是一直跟着。他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我们开多快，他们就追多快吗？我皱着眉头，准备测试一下追杀者的行为模式，降低10迈的速度，试探一下他们的反应。明白。步兵战车的速度降低到了190迈，我愕然发现那些追击者竟然摘下了身后巴祖卡火箭弹，就连那辆斯特瑞克也将火炮对准了步兵战车的身后，准备攻击。该死，速度一降，难道就触发攻击机制吗？还是说200迈是最低限制？